小小的向导，天天，我要天天。是向导，古地球的小向导。光是看着他可爱的照片，我就觉得暴动值降低了很多。够了，别发疯了。我已经把黑塔包装成动物园，骗他来当驯兽师了。他下午就能通过时空电台过来上班。指挥官，我下午没任务，我去古地球接向导小姐，我保证不吓到她。得了吧，你暴动值都93%了，万一在路上狂化把向导小姐吓跑了怎么办？我去，我暴动值才89%。都闭嘴！你们这群满脑子肌肉的家伙，不出3句肯定把实话全抖出来。要是让向导小姐知道我们这个所谓的哨兵动物园是假的，她还会来吗？那能怎么办？第9区的抑制剂都用光了，再没有向导精神书法，我们迟早全员一变成怪物。我们好不容易打通了通往古地球的时空电梯，可每次只能去1个人，每次还不能超过12小时。除了骗他来上班，还能怎么办？指挥官，要不还是我去接向导小姐吧？我的精神体是伯恩山犬，古地球的女孩子最无法抗拒我这种毛茸茸了。不必，我和他约好了。不公平！指挥官，你公权私用！救命！这妖，这坤间，这是哪里来的男菩萨？简直是行走的荷尔蒙！乐可可，你好，我是第9区哨兵动物园的院长林彻，我是来接你去上班的。这就是给我月薪5万、上4休3、朝10晚4，还有6险2金工作的动物园园长，没想到这么帅！园长您好，我之前没有驯兽师工作经验，这个真不影响吗？不影响，只是园区动物多，性格顽劣，你要做好准备。作为小人类，这份工作精神力消耗会很大。小人类，这是什么中二的爱称吗？个、10、百、千、万、5万，还没上班就先发1个月工资，预付工资，方便你安心工作。园长放心，就算给霸王龙刷牙，我也保证把他的牙刷得闪闪发光。隔着1米，我的精神力暴动值就下降了2%。他的精神力比预计中更纯净，如果把他绑在身边，让他天天触摸我，会怎么样？上车。好的，林院长。这是水陆空动物大拼盘吗？谁家好动物园把这些玩意儿混合散养啊？这不叫动物园，这叫大乱斗吧！我来这里到底是当驯兽师，还是给他们加餐的啊？这群蠢货！散会前我分明下令，只准放漂亮温顺的精神体出来迎宾。各队队长对漂亮是有什么误解？小小的向导，天天，我要天天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安抚室。妈妈呀！一脚踹飞5米长的鳄鱼，这男人根本不是人！我要是工作出了差错，他会不会也给我一脚直接把我踹飞？哇，向导小姐好小一只，好可爱！指挥官太狼性了，走那么快干嘛？等等向导小姐啊，她都要小跑才跟得上了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做精神师的？好想下去当向导小姐的狗啊！这栋就是你的安抚室。整栋都是我的办公室？当然。整栋楼带私家花园和古树的独栋别墅办公室，老板不仅长得帅，出手还这么阔绰。主公，末将愿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好可爱的大狗狗！你怎么在动物园啊？你家主人呢？向导小姐，我是博西，这是我的狗坦克。救命！这就是看甜妹的感觉吗？这个动物园是男模选拔基地吗？一个冷酷军装大长腿，一个阳光工装大胸肌，
关键是还月薪5万，我真的配吗？他叫坦克啊，真可爱。指挥官不让我接人，我还不是自己找过来了。指挥官，您工作忙，下午就由我来代教向导小姐吧。向导小姐是古人类，肯定什么都不懂。指挥官的精神力那么狂暴，平时连高阶向导都不敢碰他绝对不可能亲自带教。几个队长里，只有我的暴动值压在90%以下，能长时间保持人形。这带教位，舍我其谁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！要是没人带我真怕我第一天上班就被那些鳄鱼狮子给生吞了。月薪5万的饭碗要是丢了，我真的会扇死自己。我的精神图景一片废墟，如果贸然让这个毫无经验的小人类来安抚我，我的精神狂暴随时会撕裂他的精神网。让博西先教他基础也好，工作手环、内部通讯用，接下来的工作听博西安排。好的，园长。懂了，这不就是老板专门用来监视员工的钉钉吗？在安抚过程中，如果动物同事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，你尽可以惩训他们。我跟坦克是共感的，小向导抱着坦克，不就是在抱着我吗？好软，好香。博西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发烧了吗？向导小姐，我们进去吧。那个博医生，你为什么一直叫我向导小姐啊？糟糕，差点露馅。队长们之前是怎么对口供来着？啊，这个啊，因为向导是园区内部对驯兽师的专属称谓，对应的我们这些协助管理的员工就叫哨兵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明白了。这动物园是退伍老兵创办的，这些人看上去都跟特种兵似的，估计是把部队里的代号搬到工作里来了，真是有情怀啊。那哨兵平时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？这要怎么解释？难道我要告诉他，我们平时的主要工作是去宇宙深渊砍怪物，顺便在暴动的时候满地打滚？求向导小姐尽情的蹂躏我们吗？快编啊，傻不拉几的！啊，是这样的，哨兵其实就是饲养员，咱们园区里的每一只动物都配备了一名专属饲养员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天哪，这里的小动物生活也太爽了吧！缺在每一只都有专属男模啊，不，专属奶爸伺候，月薪5万，还能天天看帅哥男模喂小动物。我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？我们进去吧。向导小姐，到了，这就是您的办公室。我操，办公室正中间放这么大一张床，除了给员工休息，我想不出这床还能干嘛。月薪5万，朝10晚4，上4休3，居然还允许在办公室里明目张胆的摸鱼睡觉，这是菩萨在普度众生吧？老板，从今天起，我的命就是你的了。向导小姐，我是说，坦克可以成为向导小姐的第一个安抚对象吗？哦对，我是来上班的，不是来睡觉的。正好现在有代教老师在，我得赶紧实操一下，不然等会儿被开除就惨了。当然可以，不过博西，你得先告诉我这个安抚具体要怎么做。先带上这个。哨兵和向导的体力天生悬殊，在安抚状态下，哨兵对向导的渴望会达到顶峰。为了防止我失控伤害到他，必须采取强制措施。这条项圈是当年我在少妇培训班毕业时得到的专属项圈，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让任何人碰过。这里面装有高压电流装置，如果在安抚过程中表现出任何失控或者攻击性的行为，你可以随时按下这个按钮。天哪，博西这也想得太周到了吧！他一定是担心坦克体型太大，在跟我玩闹的时候会不小心咬伤我，所以特意准备了防咬狗项圈。他真的，我哭死！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温柔细心的代教老师啊？博西，你真的太是个好人了。虽然我觉得坦克这么乖，肯定不会咬我，
但既然人家饲养员这么用心准备了防具，我也不能浪费了人家的心意。我早就提醒过伯希，不要轻易对向导交付真心。哨兵的忠诚，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向导眼里，不过是随时可以践踏的玩具。蠢狗就是贱，一看到向导，尾巴摇得比谁都欢。他怕是早就忘了，他亲哥哥的狗皮当年是怎么被向导剥下来扔掉的。受宇宙辐射影响，能够觉醒向导精神力的人越来越少。如今，联邦向导和哨兵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比10万，极度的稀缺，让向导一觉醒就能拥有最高等级的保护、资源和权利。可被捧上神坛之后，有些人便不再把哨兵当作活生生的人，他们攀比哨夫的等级，甚至命令哨兵互相残杀，只为取乐。那些专门捕获漂亮哨兵，将他们囚禁驯化的黑市，背后站着的正是这群被联邦奉为至宝的疯女人。他们自称是哨兵的救赎，却把整个星际变成了哨兵的牢笼。伯希当年就是亲眼看着自己唯一的哥哥被向导割喉剥皮，才精神崩溃暴动被丢到黑塔来的。如今他居然又把自己的命主动送到了另一个向导手里。所以老子早就说过了，直接把这个向导小姐抓起来，丢进营养舱里当血包养着不就好了？向导血液里的向导素浓度是最高的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向导素压制住精神狂化，兄弟们就能一路杀回主星，把联邦那些背信脾气的老不死全部弄死。看下去，小姐为什么把电击项圈套到坦克脖子上？高压击中精神体，我也会死。原来这个从古地球来的向导小姐，也和联邦那群残暴的女人一样，想要我死吗？怎么回事？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大狗狗就蔫了，难道是项圈太紧了？我记得以前在网上看过，抚摸狗狗的脖颈和脊椎能起到很好的安抚作用。他是要按下项圈上的高压电流开关了吗？算了，死就死吧。相依为命的哥哥已经走了，我一个人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每天都要忍受精神域被撕裂的痛苦。如今主星抛弃了我们，而这唯一代表着救赎希望的向导也想要摧毁我。也许这就是哨兵的宿命，我们生来就只配做战争的耗材，永远都不配得到平等和爱。好宝宝，坦克宝宝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这个项圈戴着不舒服呀？不怕不怕哦，姐姐给你揉揉。他不仅没有杀我，他还叫我宝宝。不许闹了，再闹姐姐要生气了。要命了！精神体和本体是共感的，尾巴根那是哨兵最敏感的地方之一啊！向导小姐，求你别摸这只傻狗了，求你摸摸我吧。他真的在安抚伯希，而且暴动值居然真的降下来了！呱呱呱！贱狗，别太得意了，不就是被磨了尾巴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呱！我就知道，从向导小姐走出电梯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觉得她和联邦那些坏女人不一样，她的精神波动好温暖啊！你懂个屁！你才19岁，毛都没长齐，懂什么人心险恶？向导都是最擅长伪装的恶魔，现在一定是在演戏，故意博取我们的信任。看着吧，他迟早会露出残暴的真面目。原本我确实不排斥林梢提出的血包计划，不过现在看来，这个小人类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的多。向导小姐，求你别摸这只傻狗了，求你摸摸我吧。怎么个事儿？这到底是怎么个事？男同事初次见面就跪求自己摸他，这届男模啊不，这届饲养员是不是过于敬业，也过于暧昧了？等等，眼前这一幕怎么感觉那么眼熟呢？都是顶级的建模脸，都对我莫名其妙释放暧昧。难道说入职试探其实根本就没有结束？园长这老狐狸还在考验我？这房间里绝对有监控摄像头，园长指不定现在就坐在哪个阴暗的角落，拿着放大镜考察我的一举一动呢。哼，小样，跟我斗，难怪要让我提前半天来。
说什么熟悉环境，其实就是想搞情景测试，看我在没有老板盯着的地方会不会对男员工动手动脚，露出好色女流氓的真面目。这位同事，请你注意分寸，我是来正经上班的，我是个正经人，请你和你的狗立刻离开我的办公室。下班时间到。奇怪，下午明明什么都没干，怎么感觉身体跟被掏空了一样，脑袋沉甸甸的。原本还想在办公室多卷一会儿，表现一下爱拱教业，可惜手环在10分钟前就跳出了园长林彻发来的消息，催我下班回家。眼眶发黑，精神力透支的先兆。看来下午博西那个蠢货确实吸走了他不少向导素，不过在没有向导药剂辅助的情况下，他居然还能真的这么纯度稳，确实和白塔那些用药物催化出来的交强向导不太一样。今天适应的不错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去休息。哎呀，园长您是太体贴了，您今后一定为园区最良的做马，报答您的知遇之恩。装什么温柔？要不是我刚才在办公里识破了你的上校阴谋，表现得像个柳下惠，你现在指不定怎么扣我工资呢。那老板，既然我天天测试过关了，那个咱们那个什么时候签？差点忘了，古地球人找工作最讲究签订奴隶契约，晚上会和你的专属安抚手册一起发到你的手环上。稳了稳了，月薪5万的铁饭碗终于是我的了。这园长真是个怪人，有时候看着和蔼可亲的，有时候温度又低的能冻死人。我操，怎么回事？刚才时空紊乱，我的精神力不小心外溢了一丝，他居然立刻就粘上来了。他抚摸我的眼神那么贪婪，他难道真的像凌霄说的那样，之前的一切单纯都是伪装？其实他骨子里也觊觎着我这股特殊精神力，我好摸吗？天哪，这股闪电绝对不会错，这和10年前车祸发生的那一秒，这个闪电一模一样，就是那条闪电让爸爸突然慌神，才导致了车祸。在那一夜，我失去了爸爸和妈妈，他们所有人都说我是被车祸吓傻了，没人相信我说的闪电一无所获。今天居然在林彻身上再次看到了闪电，闪电呢？怎么没了？去哪儿了？磨够了没有？这么稀有的向导，当然要圈在黑塔里，养好了，他的向导素就取之不尽。检测到高危嘴贱发炎，贴一下，就一下。听说你想把我圈起来？血包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打也打了，现在能贴一下吗？贴身。嘴欠哨兵改造失败，您的申请已被拒绝。宝宝们还想看可可打谁？提示：向导乐可可，请尽快审批明日动物安抚申请。明日安抚名额2人，当前预约申请人数999加。多少？磨够了没有？是他，一定是他。爸妈的死，绝对和这个叫林彻的男人，和这个诡异的动物园脱不了干系。我一定要留下来，查出真相。第19次偷看我了，那副防备和算计的眼神，和联邦白塔里那个把哨兵当玩物的虚伪女人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原来古人类出身的向导也逃不过贪婪的本性，一感受到我那股特殊精神力，就忍不住想要据为己有吗？拿着，这是什么？营养品，对身体好，能恢复精神。回去立刻喝完。虽然恶心他的际遇，但他现在还不能死。今天博西那个没轻没重的蠢货吸了他太多向导素，一个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古人类向导，如果不靠药物补充，今晚就会因为精神力枯竭而死。就算要当黑塔的血包，也得先好好养着。谢谢园长。明早9点半我来接你。甜甜的，一股草莓棉花糖的味道，还挺好喝。好像真的有用哎，一下子精神了很多。若乙方未经甲方批准擅自旷工或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，乙方需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万元整。这么好的神仙工作，傻子才会旷工离职呢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要跟这个动物园锁死，我要干到他破产倒闭为止。今天博西那个家伙屁都没教会我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还是得靠我自学成才。1. 每日安抚任务：1. 固定任务，每日完成2例动物日常安抚，预约通道提前1天开放，由动物的专属哨兵提出申请，向导审批同意后执行。2. 临时任务，由园区根据紧急情况临时增加，按安抚对象等级数量核算，增发当月绩效奖金，还有加班费和绩效奖金。爱了。2.
安抚方式，请根据您目前的向导专业等级选择查看。我刚上班，当然选初级。向导可根据安抚对象的精神暴动值，选择相应的安抚力度。常见手段包括：1、基础安抚，抚摸、梳理毛发、拥抱等非强迫性肢体接触；2、专业规训，通过专业束缚器具，在专属哨兵的建议和协助下，对动物进行训诫管教。嗨，这不简单吗？基础安抚不就是去撸猫撸狗，把小动物撸开心就行了？至于专业规训，反正有专属饲养员在旁边指导，听他们的肯定不会出错。我操！恶霸，你疯了！你的尾巴能不能收收？老子的洗脸水全给你当抹布了！别他妈洗脸了，快，都给老子把光机打开！还有3分钟，新来那位的向导小姐的安抚预约通道就要开放了。关咱什么事儿？这波名额不是只有那帮队长级别的 S 级大佬们才能进预约通道吗？就是，队长们等级高，好歹还能藏住尾巴和耳朵。像咱们这种变身都变不全的，去不得把人家古人类向导小姐吓得当场尿裤子？咱们哪有资格去啊？哎呀，限制放开了！上面刚刚下达的临时通知，全员都可以申请。其他队的哨兵早就得到消息了，现在全都蹲在光岛前等着抢呢。就咱们蛇蝎队，一个个呆头呆脑的，还在那儿洗澡刷视频。真的假的？吕队队长私底下说了，向导小姐今天下午已经被指挥官给摆了一道，把那份卖身劳动合同给签了。他现在根本就跑不掉。提示：向导乐可可，请尽快审批明日动物安抚申请。明日安抚名额2人，当前预约申请人数999加。多少？990加！园长今天确实说过园区里动物多，但他没说过这里有他妈这么多饲养员同事啊！这是哪里？给你们准备的。第一，不准打断女生说话。你已经违反了。第二，不准嘴硬。我没有。很好，第2次违反。第三，犯错要主动认错。主人，我错了，我也不承认。很好，终于像个人了。望展月那孩子长得确实太无辜了，看着就好骗。不过指挥官若是知道了你拿他的向导设局，你猜他会把你的皮扒下来做几双皮鞋？怕让他也下了注啊！不，反正他现在又不在。园长早安，今天又是为咱们动物园发光发热的一……向导小姐，你好呀，我是凌霄。好大一只男狐狸精！这动物园到底是什么风水宝地？怎么一个两个都长得这么犯规？你好，请问你是园长家的亲戚吗？难怪博西那只蠢狗回去之后一直念念不忘，跟发了春一样。凌彻是我同母异父的兄长，我们拥有同一个向导母亲。难怪这2个月同母异质差这么大，一个像修罗，一个像妖孽。10年前车祸的线索就在凌彻身上，弟弟正好可以旁敲侧击的打听一下内幕。那园长今天怎么没来？他平时工作很忙吗？怎么？向导小姐大清早看到我，觉得很失望吗？放心，指挥官今天不在园区。那张扑克脸昨晚回去以后，就像犯了什么大病，整栋黑塔都快被他冻成冰雕了。哦，那园长他10年前的时候也住在这个城市吗？10年前，那时凌彻16岁，正被凌家那群老家伙逼到了人生最黑暗的时期。这个古地球小向导为什么会突然打听那段往事？昨天凌彻的反常、失控的精神力，还有那场关于古人类向导是否贪婪的赌局，难怪跟扑克脸和他有关，还是说这盯上了凌彻特殊的精神力，开始调查他的底线了？向导小姐，温馨提示一下，你办公室柜子里的训具非常齐全，等会儿你可以随意尽情的使用哦，千万不要跟那帮皮糙肉厚的家伙们客气。训具？什么训具？望展月那孩子长得确实太无辜了，看着就好骗。
不过指挥官若是知道了你拿他的向导设局，你猜他会把你的皮扒下来做几双皮鞋？怕让他也下了注啊！不，反正他现在又不在。大家都觉得这小向导喜欢嫩的，都在赌他今天会不会忍不住暴露本性，直接压了100万星币。他绝对会动手，别捣乱。男狐狸精刚才笑得那么荡漾，肯定没安好心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倒要看看这里面什么牛鬼蛇神。我操！这他妈都是些什么鬼东西啊！不行，别跑，现在跑还来得及。等一下，我昨晚是不是签了什么割地赔款的卖身契？老天爷保佑，肯定是我记错了，肯定是做梦。20万违约金什么的，绝对是幻觉。完了，这次是真的完了。卑微社畜终究还是被万恶的资本给做局了。那么多厉害的哨兵队长都想来被向导小姐安抚，原本我都没抱多大期望的，但没想到向导小姐真的选了我。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主人这是高兴的傻了吗？带着我在园区跑了几百圈就算了，现在又在这儿磨蹭半天了，真是没眼看。再等下去，万一向导小姐生气了，换人怎么办？关键时候还得看咪的。叔叔。来了，催债的，不对，是上门服务的男模。不好意思，今天去。这也好看的太过分了吧！来，今天谁先冒头？我觉得你心机很深。我心机深，明明是你们伪装成动物园把我骗来上班的。你是猪八戒吗？还倒打一耙。向导都会把哨兵当工具，把你们当工具？我一天摸8小时毛茸茸，谁稀罕工具人？你想利用我的精神力？电梯坏了，我抱一下都成利用。你们黑塔是不是全员脑补大师？那你是不是想让我们？闭嘴！一个说我心机深，一个说我要虐待哨兵，一个怀疑我要把我当血好。你们3个加起来能凑出一个正常脑子吗？向导小姐好美，好可爱，还有这甜美的向导素，好香，好甜。向导小姐，这也好看的太过分了吧！要是把这个纯情弟弟弄哭，让他红着眼睛叫姐姐，乖乖听话才有奖励哦。向导小姐，你不要这样。叫错了。什么？重新叫。姐姐叫了，她真的叫了！怎么这么乖呀？明明是你一直逗我。你怎么突然亲我脸蛋儿？这是夸你乖的小奖励。停，别胡思乱想，努力做一个正经人。更何况消费一次就会彻底掉进资本陷阱。那个雪豹留下，饲养员同志，你先走吧，1小时后再来接他吧。他果然不喜欢我，个够强大，不够征服哨兵，根本不会得到向导的偏爱。主人看起来好像很难过，我去安慰安慰他吧。可是向导小姐好香，还对我招手了。主人，对不起，主人，再见。跑又跑不掉，打也打不过。算了，既然反抗不了，那我今天就只白嫖这只小豹子，1分钱也别想从我兜里掏出去。昨晚处理申请的时候，本着先易后难的打怪逻辑，我特意在 S 级和 SI 级里挑了2个长得最面善的。这只小雪帽叫双双，资料我昨晚和在车上都仔细研究过，果然是个软萌小宝贝。那个男模弟弟真是粗心，这么漂亮的一只白雪团子也不知道好好打理，毛都有些打结了。
摸摸咪的肚皮吧，香香的人类，咪超舒服的。小宝贝，这可是你主动邀请我的哦，那姨姨就不客气啦。向导小姐，不是不喜欢我吗？为什么要突然把脸埋进双双的肚皮上，又亲又蹭的？不行了，要坏掉了！我操，那个毛都没长齐的雪豹就那么好亲吗？我的精神体可是威猛霸气的东北虎，不比那只冰雹可爱多了。不过说真的，向导小姐根本不像是要用刑具的样子，她好像人真挺好的，就是在男女关系上是不是有点过于孟浪了？不敢想象，要是我的精神体能被向导小姐这么亲，我当场被精神暴动折磨死都愿意，简直爽翻天了，好吗？花心的女人，今天早上在车里还对那10年前在扑克脸灵车陈年旧事都要追问到底，结果一转头，居然就去撩拨望斩月那只蠢豹子了。女人，你的深情真廉价。向导小姐，你在里面吗？我可以进来吗？你不走，你不要离开香香人类，你要一辈子长在人身上。双双，这么快就不是好宝宝啦？时间到了，该轮到其他小朋友接受安抚了。乖，下次再来陪姐姐玩，好不好？咪是好宝宝，人类不要生气，咪听话就是了。好啦，去吧。向导小姐，我天，真的是活的向导小姐！天哪，老娘昨晚刚出完任务回来，白天没能去广场亲眼见着向导小姐，简直亏了1个亿。昨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提交了申请，没想到居然真的被选中了。向导小姐好美，好白，睫毛好长，天哪，怎么会这么小一只？感觉我一只手就能把它捏碎。救命！救命！你们6个同时不会游泳啦？突发意外，体力耗尽，别问了，快救！等着。向导小姐会给我们做人工呼吸吗？溺水人员已救回，即将进行强力心肺复苏。下次装得像一点。软软想要，软软得到。我操，这他妈是金刚芭比吧？这浑身硬邦邦的肌肉，这起码1.8米几的身高，你管这叫软软？这名字是认真的吗？这个粗鲁的女金刚抢走了香香软软的向导小姐，坏女人抢我人类，讨厌你了！那个软软啊，你刚才在外面有没有看到带这只雪豹的那个哨兵？你说小旺队啊？看到了，我半小时前上来的时候，正好碰见他飞一样的往宿舍楼跑，整个人弯腰驼背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张脸红的跟只煮熟的虾子似的，连脖子都红透了。啊，那这只小雪猫怎么办？它怎么不带走？嗨，没事儿，咱们的动物聪明的很，做完安抚自己会顺着味儿找回宿舍的。走走走，不管他，咱们抓紧时间。滚开，小屁孩，该老娘享受了。我活了20多年，今天还是第一次摸到活的向导小姐呢。听修访官说，向导小姐是古人类，什么都不懂。真是太可怜了，好纯净、好温柔的向导素，我感觉我的精神世界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。我是贫民窟出来的孤儿，自己申请调到这鸟不拉屎的第9区黑塔的。虽然这里异变体又多又难杀，但指挥官给的工资高啊。来到黑塔后，虽然存了点钱，可那些娇滴滴的向导根本不肯那些高贵的地方，安抚我们这群在边缘挣扎的糙汉。大姐，姐妹，使不得啊！我虽然喜欢美女，但我真的不好这口铁血硬妹啊！完了完了，刚才那个高颜值倒地的安抚费用我还没弄明白，现在这个女金刚又把我抱得这么紧，这些不会都算在我的消费账单里吧？等会儿不会直接从我工资里扣个10万8万吧？完了，扣款通知来了，我的钱包不会保不住了吧？咦，星币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星币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通用货币啊。可以通过光一直接转账消费的。那个小雪豹的饲养员要平白无故给我转钱，因为你是尊贵的向导啊，在我们这儿向导可是极其稀缺的资源。你刚才安抚了小汪队的精神体，那些 S 级的向底下安抚一次，起步价就是5万星币。他给你转账不是很正常吗？而且
你值得更多。向导小姐的精神力绝对不止 S 级，我刚才光是抱着她，甚至都没进入精神图景，我原本暴躁的精神欲就彻底平复了，这简直是神迹。所以，我不是在消费，我是在赚钱。安抚一次5万，这小子直接给我转了10万！天哪，一个月工资5万，安抚一次外快10万！软软，姐妹，我能请教你一个关于这个园区的终极秘密吗？当然可以，你问什么我都告诉你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动物园就是那些长得特别帅的男哨兵们。这个向导小姐什么意思？没听懂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是不是园区专门招来让我掏钱买单的男模啊？我的妈呀，向导小姐你太有钱了，笑死我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那些家伙确实挺骚包的。精神力越高的哨兵，基因进化的就越完美，外貌自然就越亮，在向导面前也越骚包。毕竟，只有更强大、更漂亮的哨兵，才有资格成为向导的少夫。28岁，哨兵要是到了28岁还没有跟向导结合，可是会自爆而亡的。他们能不使劲浑身解数孔雀开屏吗？哎呦，不行了！要是那群骚包知道向导小姐把他们当成模子哥，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得有多精彩！我真想现在就去黑塔广播店大喇叭广播。禽类就是聒噪，什么都往外说。呱呱呱！造你爹！你才聒噪！你这个死鸟，比别人多个舌头是不是？话这么多，脑浆摇匀了再跟我说话，滚开！话说，指挥官是不是马上就要到27岁了？对啊，明年就该挂了。香香的小象胆，等等我！安抚时间是我们2个的，你这只死鳄鱼别想一个人全占了。那个，你们第9区的动物进门都不知道刹车的吗？平时刹得住，今天他可能是太兴奋了，脑子里的制动系统瞬间失灵了。没有失灵，是地板刚才偷偷袭击我。好了好了，万恶哨兵，你先把他拖回来。既然进来了，就得守我的规矩。第一，不许剖人；第二，不许舔人；第三，尾巴不许乱甩。放心吧，向导小姐，我们是第9区最守纪律、最听指挥的队伍。你这只蠢货，能不能给我留一点脸？脸又不能拿来贴香香的小向导，我要脸有什么用？可惜啊，小向导就算再怎么讨好那个扑克脸灵彻，他也是绝对不会动心的。向导的温柔和安抚，对那个怪物来说根本不是救赎，而是他这辈子经历过最可怕的、真正的噩梦。难怪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安抚室里只有双双那只小雪豹，小旺队却凄凄惨惨的跪在门外，原来是被向导小姐当成不正经的男模给赶出去了啊！向导小姐真是太可爱了。其实啊，向导小姐，因为这些哨兵之所以这么黏你，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可怜。可怜？他们很多人从小就是孤儿，被当作人形武器培养，16岁就得被迫上最残酷的战场。他们都患有极其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其实，他们都非常缺爱，非常渴望能得到向导的哪怕一点点安抚。主禁区觉得他们精神快崩溃了，没利用价值了，就把他们像垃圾一样丢到这偏僻的第9区来。表面上是让他们当动物饲养员，其实就是想让他们在这儿自生自灭。我这可没撒谎，除了养动物这个有点扯淡之外，其他的绝对句句属实。哦，居然这么惨啊！是啊，所以向导小姐，安抚的时候，哨兵才是重点保护对象。
毕竟饲养员的精神状态正常了，动物才能养得好，对不对？不过嘛，这里的哨兵可都没被碰过，一个个又纯情又干净。只要你瞧得上眼，随便挑，随便用，随便用，怎么用？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放心吧，哨兵的身体素质那是杠杠的，都非常耐造。我操，是我想的那种用吗？这真的是我可以免费听的内容吗？吓死我了！既然这里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男模消费店，而是实打实的正规公司，那我就不用提桶跑路了吧。现在是11点50，距离中午下班还有10分钟。既然决定留下来了，那自然是要好好研究一下新币的购买力到底怎么样。我来看看唐软软之前提到的动物园内部商城是怎么回事。我的天，这个动物园商城也太逆天了吧！我的天，这个动物园商城也太逆天了吧！70平方米要100万，这购买力，这物价，这不就和人民币一模一样吗？也就是说，我刚才随随便便摸了摸小雪豹，望展月那小子给我转的10万新币，就等同于10万块钱。天哪，我现在已经是有15万存款的人了！乐可可啊，乐可可，你之前脑子里到底装了什么豆腐渣？居然还想着逃跑，这简直就是神仙工作啊！钱壮怂人胆，决定了，我要死死粘在这个岗位上，努力搞钱，顺便早日查清楚10年前那场车祸的真相。哎呀，坦克，你怎么来了？奇怪，而且我记得昨晚审批的预约名单里，今天并没有坦克啊。摸摸，香香人类，快摸摸坦克！坦克今天超级乖的。向导小姐，该吃午饭了。黑塔虽然有公共食堂，但那些哨兵五感太发达，他睡得很香，香的让我不由自主的想干点坏事。食堂饭菜做得非常清淡，向导小姐肯定吃不惯。我昨晚研究了一夜食谱，今专门给向导小姐做了这几道菜。天哪，好香啊！软软刚跟我吐槽过食堂的饭菜难不下眼，本来我都做好中午吃土的准备了，没想到博西居然亲自送饭过来了，还全是我爱吃的菜。如果向导小姐不介意，以后的午餐就由我来准备，好不好？这样一来，以后每天中午都能把饭菜按时送过来了，也省得向导小姐工作忙起来，错过正常的用餐时间。太好了，以后中午就能按时吃上饭了。这是要和我一起吃的意思？孤男寡女的，是不是稍微有点太暧昧了？这些哨兵从小被当成武器培养，很可怜的，非常缺爱。吃，不吃白不吃。有绝世大帅哥亲手做的爱香，还有帅哥本人亲自陪吃，怎么看都是我这个穷鬼赚翻了，好吗？天哪，博西，没想到你做饭的手艺居然这么好，简直是主厨级别的。黑塔的少妇岗前培训果然没白上，要想抓住向导的心，果然得先抓住向导的胃。博西真是一个绝世好人啊！这个心机深重的绿茶贱狗，居然背着我们所有人歪倒超车，偷偷换超车，无耻，太无耻了！10分钟后，等一下，他怎么还没走？这姿势，他不会是想留下来陪我午睡吧？那个，你不回去睡午觉吗？我操！这不是我昨天随手戴在坦克脖子上的那条红色项圈吗？原来这玩意儿根本不是用在动物身上的，而是戴在哨兵脖子上的。我只是想守在向导小姐身边。项圈里有强电装置，控制器在你手环里，随时，如果向导小姐觉得博西有危险，可以随时惩罚我的。向导小姐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可怜。天啊，这是什么绝顶绿茶的眼神攻势？谁能招架得住？那你就在沙发上睡，绝对不准乱动啊！管他待在哪儿呢，只要能先留下，这就是历史性的跨越。
好累，眼睛都要睁不开了。上午安抚损耗的精神力太大，得赶快睡觉补补。这是我第2次在向导小姐面前自曝弱点，可她依然没有伤害我。向导小姐，你和那些把我们当成武器的人真的很不一样。他睡得很香，香的让我不由自主的想干点坏事，总是情不自禁的想要更靠近向导小姐，是心里的吸引。坦克，别闹！这是基因的控制，更是我这具身体最本能的喜欢。向导小姐，主人，都转过去，不许看！不就是蜕皮吗？哪儿我们没见过？你懂什么？这是蛇的隐私。哟，裤子卡屁股上了。主人，我很好。那你能先起来吗？我在观察地板质量，用脸观察。滚！他卡皮，你卡林，你们2个今天都得泡。我也要进去。不然呢？我等这一幕很久了，我要拍下来放网上。你敢拍，我把钻石剁。现在开始蜕皮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能不能先拉窗帘？蛇蜕皮为什么要拉窗帘？我脱完就没衣服了。你知道蛇皮不是衣服吗？不是吗？所有人出去！裸奔蛇，裸奔蛇！快拍，出水芙蓉。仅仅是跟他待在一起，体内原本狂暴的精神力就被轻柔的抚平了，太舒服了。他的向导素就像是某种会上瘾的毒药，实在令人沉迷。奇怪，中午做梦好像听到博西在叫我，而且坦克那家伙好像还用湿塌塌的狗舌头把我的手给舔了个遍。虽说不嫌弃小狗，但还是得洗洗。工作日什么时候时间过得最快？当然是摸鱼的时候啦，眨眼就到下班时间啦。第一天正式上班，还是得稍微卷一卷，毕竟这里到处都是监控，得给园长留下个好印象。都几点了？那个小向导怎么还没下班？妈呀，谁懂啊！一出门就被2双一模一样的红眼睛死死盯住，这也太惊悚了吧！向导小姐可真喜欢上班，居然主动加班。啊，工作太投入了，一不小心忘记了时间。下午的监控我可是全程都在围观，小向导哪是在工作，分明是看了一下午的古地球狗血小说，中途想笑又不敢笑，憋得那叫一个猥琐。不过看着乐可可可爱的模样，还是不当场戳穿他了。我叫修，这是钻石。哇，好漂亮的小渡鸦！它全身上下的羽毛居然真的在闪闪发光哎！哼，算你这个人类有眼光，别光用嘴夸呀！本大爷允许你过来摸摸我完美的羽毛。没出息的蠢鸟。向导小姐今天似乎心情很好。废话，早上我还在担忧提桶跑路要负债20万，下午我的银行储款就直逼6位数了，我能不开心吗？不过这些心里话自然是不能和眼前这个看起来就很精明的男人说的，因为今天成功安抚了哨兵，觉得自己还是有点用处的，很有成就感。是吗？那明天的安抚巨额，向导小姐想好选谁了吗？软软之前跟我科普过，园区的哨兵按所饲养的动物类别分属于8个大队，由8名队长管理。博西是犬队，望斩月是猫队，眼前的修是雨队。既然要留下来长期搞钱，那自然是要当好端水大师，不能厚此薄彼。想好了，明天选还没巨额给到还没安抚过的队哨兵。什么？蛇沟那家伙今天白白演了那么一出戏。不行，我谋划了这么久，绝对不能让到嘴的鸭子飞了。什么？明天要去安抚别的小队？急死鸟了！看本大爷的，今天非要迷死这个向导小姐不可。想摸吗，人类？这可是本大爷最完美的羽毛，特许你触碰一次。小钻石，你可真是个鬼机灵！你这么卖力，是想让我明天选你吗？向导小姐好香，好喜欢，
想一辈子贴贴。仅仅是跟他待在一起，体内原本狂暴的精神力就被轻柔的抚平了，太舒服了。他的向导素就像是某种会上瘾的毒药，实在令人沉迷。那我就大方一点，明天把名额送给小钻石这只小狗鸟吧。我才不是什么小狗鸟。钻石就是小狗鸟，钻石是，只要能和向导小姐贴贴，当狗也行。该死！到底是谁说的精神系能体现哨兵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绝对不是小狗鸟。警告：第7防区已失守，第9防区能量币仅剩11%，西侧炮台全部离线。火山雕升空，距离畸变潮进入黑塔签约道仅剩7分钟。正前方3700只，地下还有东西。12点方。我不下去，打死也不下去！滚下来！你先把他手里的刀放下。啊，向导小姐，你这个围裙拿错了，这是我昨天买鸡时店家送的。买鸡？他果然想吃我。你是雕，不是鸡。大鸡也是鸡，快跑啊！秃头鸡，他要把你毛炖汤，你才秃，你全家都秃。骂他就骂他，为什么搭上我？我只是想剪掉你翅膀上断裂的羽毛。那围裙上的区内脏怎么解释？他还写着第2只半价呢，我总不能把你主人也一起炖了吧？也不是不行，我没说话。为什么我也有？你们是搭档，当然要统一造型。不准摘，向导小姐亲手带的。向导小姐，她虐待动物，不许苛扣她的饭。他一顿吃3头牛。宝宝要长身体嘛。听见了吗？我还是个宝宝。你今年27了。死鸟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炖了你。Ready go！ 嘿嘿，搞钱第一步，先规划好明天的日程。哼哼，那对付那只傲娇的小狗鸟，用长棍安抚多没意思。明天，本姑娘就给修来一个激光笔斗鸟大法，保管让钻石当场现出原形。呸！想什么呢？我这是为了工作，为了5万月薪和10万奖金，我才不是什么渣女。不过说起来，今天虽然也做了安抚，但身体好像只是正常的困倦，完全没有昨天。看来我的精神力适应的挺快嘛。瞧我这记性，差点把今日份的营养液给忘了。呸！这什么鬼东西？为什么今天的营养液又苦又涩，简直比中药还难喝？是过期坏掉了，还是那只小狗鸟故意投毒想谋杀本向导？明明昨天灵彻送的那只是甜甜的草莓味，好喝的像果汁一样。果然，资本家和打工仔的待遇就是不一样。也不知道灵彻今天在干嘛。下午在电梯里，我借着钻石的掩护，悄悄试探不休。但是这半截盘根本没有那个闪电，所以10年前就见到这个闪电到底是什么？难道真的和灵彻有关？算了，不想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睡觉。警告：第7防区已失守，第9防区能量币仅剩11%，西侧炮台全部离线。火山雕升空，距离畸变潮进入黑塔签约道仅剩7分钟。正前方3700只，地下还有东西。12点方向，地下400米，体型超过防御剑。万恶，逼他出来！该让我上了！走。核心的第3节回下。金虎。摩西，接伤员。来了！该死，他们在选择目标。摩西，一头。正在主动避开那些精神力密集破碎、暴动值极高的哨兵，转而优先攻击状态稳定、还有恢复希望的哨兵。不行，何连群，还有我。灵彻的暴动值90%。他们出了一去了。我知道，林彻，让他们过来。他们不是在补编，是在清除
还有可能被制约的哨兵。领队，后方又出现一批激变潮，数量根本数不清。位置，他们不是从矮星系方向来的。警告：主星控制权限已覆盖，第9区千验点已强制关闭，所有空间通道彻底中断。主星那群杂碎把大门给关了，没有签约点，第9区的援军进不来，我们也退不出去。他们这是想借刀杀人，让激变潮把我们第9区彻底清理干净。那就不退。破山雕，高空标记核心。收到。万恶，守住右侧区口，一只也别放过来。交给我。火星，把所有伤员撤进地下掩护。明白。何连觉，清理漏网目标。凌霄，跟我切断主潮。哥，你最好别死在我前面。行动。阿彻，乖，妈妈只是拿走一点点。宝宝怎么这么乖呀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原来你也想摸呀？林园长长，你脸怎么红了？热，16度也热。体质原因。指挥官，关关你的精神体。动物之间正常社交，这叫正常社交。阿彻，乖，妈妈只是拿走一点点。林彻，你在战场上发什么呆？找死吗？就上，还能打吗？死不了。小人类拍了拍你，小人类拍了拍你，小人类拍你，小人类拍了拍你。林彻，是主星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暴动值下降5%。那个新来的向导，怎么？他大半夜不睡觉找你调情？战斗，少废话。向导小姐半夜连续拍我这么多次，难道是她遇到了危险？光脑监测乐可可生命体征，正在监测目标生命体征，心率正常，脑波稳定，精神力波动无异常，目标状态良好，目前处于深度睡眠状态。深度睡眠，所以他只是睡着了在梦游。何连觉，活捉那只幼崽。每天用少量污染物喂养，别让它彻底畸变，也别让它死了。你想用它来寻找污染物的源头？这批畸变体根本不是从矮星系方向来的，有人把污染物直接藏在了我们身后的签约通道里。这只幼崽的消息列为第9区最高机密，等战场清理结束，把它放出去，派人暗中跟进。我倒要看看，他最后会带我们找到主星上的哪位大人物。老子没死，哈哈哈，老子撑过来了。横连队长，那个新来的向导小姐是不是真的能安抚我们？老子这次回去是不是能排上队了？死不了就自己滚去治疗舱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农田损毁61%，水循环基站损毁4座，对外航线中断7条。主星那群杂碎动作真快，不仅关了签约点，连我们的对外贸易航线和补给通道都给掐断了。哥，看来我们被彻底抛弃了。没有主星的物资输送，
光是农田和水基站的损毁，就能让第9区在3个月内爆发饥荒，更别提没有进化药液，黑塔里那些快要狂化的兄弟们。过去，每当面对这种绝境，整个第9区都会陷入一种近乎麻木的自欺状态。没有向导，没有未来，所有人都在等死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乐可可，只要他还在，只要那些濒临狂化的哨兵还能被治愈，第9区就绝不会是一颗注定死亡的死星。既然主星不给，那我们就自己拿，修复边境农田，重启能源基站，重构对外贸易航线，重新搭建我们自己的千叶坐标。是。还有，暗中彻查主星关闭签约点的真正原因。他们想让我们死在异变潮里，我偏要让他们看看第9区是怎么活下去的。通知各区清点伤亡，准备重建。是。难道是前线又有突发状况，或者是主星发来的最后通牒？园长，我梦见你给我发了10个亿，下个月的5万块工资能不能先预支一下？我想吃肉。哈哈哈哈！哥，这就是你寄予厚望的高阶向导，大清早的梦里都在找你预支工资买肉吃，哈哈哈！他到底有多缺钱啊？林指挥官，大家怎么都来了？听说你把我的精神体写成了金虎。不是哥，我也是刚知道我是你的。为什么把我写成金虎？一时手滑，手滑能从龙滑到虎，你这键盘漂移啊！那顺便查一下，我怀疑我戏份户口。你又怎么了？先解决我的。来加。你们到底是来改错还是来加戏的？机会难得。那我呢？你恢复自由身。我都演这么久了，你现在告诉我是临时工，五险一金体不能有劳动保障呢？你是精神体，那又不是我抢的。你占了我的岗位，我有一个折中方案。你说。黑龙当灵彻精神体，金虎我的精神体，这样谁都不用失业。你一条鳄鱼哪儿来的精神体？乐可可可。横连诀，去把那只凹贴幼崽关好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你滚去清点战场。行行行，我这就滚，不打扰你给你的小人类拼预算买肉。贪财迷糊，毫无警惕性，这样的女人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10个亿，哼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向导小姐，早上好。我的天，这腰也太细了吧！不知道用双手掐住这腰会是什么感觉？向导小姐昨晚想钻石了吗？修和钻石昨晚都很想你哦。别乱说，我没有。天哪，我刚才在想什么饲料废物？双手扶住，怎么扶？为什么要扶？可恶，这家伙刚才绝对是故意勾引我的，男狐狸精。还是小狗鸟最可爱了。修好像很开心，心里都开满了花，开心的连带着我的警语都酥酥麻麻的。他还不知道共感的事呢，真可爱。毕竟我可不会让他有机会知道。向导小姐，你用这点东西就想困住我？看不起谁呢？我的精神力等级可是 SSL， 我能从一众猛禽哨兵中脱颖而出，成为飞羽队的队长，靠的可不是好看的脸蛋。昨天软软说过，要安抚动物就得好好安抚他们的素养员。这些哨兵都有使不完的牛劲儿，安抚必须先绑起来，免得他们暴起伤人。把哨兵绑住，然后我们的手进行温馨的化疗。心理医生治疗病人不都是化疗吗？哨兵既然是精神狂躁，那解开心结才是王道。你那么细，这点东西够用啦。虽然看起来似乎有点胸肌，但整体看起来你就是个细狗啊。我细狗？好好好，这就让你看看我到底细不细。这里细吗？向导小姐。你干什么？停！快停下！你富有铁慷慨行了吧？别乱来，这里是办公场所，有执法记录集的。我靠，我真的服了。这疯狗是得过细小吗？怎么这么听不得细这个字？要是让园长知道我因为嘲笑男同事是细狗，导致对方在安抚室裸奔正道，我的月薪5万绝对会被扣得1分不剩。向导小姐不是想要绑我吗？怎么还不动手？你不是说这布条困不住你吗？普通的布条确实困不住，不过这里面的东西
想在我身上试什么？他怎么知道这柜子里有什么？这个柜子里明明装满了昨天凌霄用来整蛊他的那些限制级道具。那我就彻底芭比 Q 了！办公室私藏色色用品，我还要不要混了？向导小姐，你的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什么颜色废料呢？这椅子不错吧？好啊，这个男狐狸精从头到尾都在故意耍我玩。哇，真的挺结实的呢。不过，你真的打不开吗？放100个心吧。这椅子的开关在椅扇后方，我双手都被锁死了，根本碰不到。就算是我在没有外部解锁的情况下，也绝对挣脱不开。哦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说，昨天的柜子是不是你和凌霄联手整蛊我？别装无辜！你们这些职场老油羊，是不是觉得我一个新人好欺负，所以联手搞职场霸凌？可恶！以前我唯唯诺诺被逼得裸辞，现在老娘手里有编制，还有月薪5万。今天不把话交代清楚，你今天就别想从这把椅上下来。可惜了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软柿子，现在的我是钮祜拉可。你们这些职场霸凌男，不是想让我用这些器具吗？今天我就如你的愿。本来还在绞尽脑汁被盘算，待会儿要怎么指使钻石去跟向导小姐撒娇邀宠，好给自己谋点福利。没想到向导小姐居然要主动奖励我。林彻，有人说你丑，哦，他说你的脸像反派，正常，还说你凶，正常，还说你年纪看着有点大，多大？37，我27。老梁，等等。也有人说黑龙丑，这龙怎么长得跟煤气灶成精一样？煤气灶，远看像条黑泥鳅。那你觉得我丑吗？不丑啊，挺像林彻的。他是不是在同时骂我们2个？是。我怎么可能会和凌霄那家伙联手霸凌他？不过不重要，就让向导小姐继续误会好了。这柜子里的好东西可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，除了能让我爽，还能怎么我？好啊，你不为自己的霸凌行径反思，居然还敢讥笑我！看招！原来是这种感觉，那些学习资料写的还是太保守了。向导小姐是没吃饭吗？就这点力气？狗男人，还敢再挑衅！修到底在和向导小姐玩什么游戏啊？怎么他突然兴奋成这个鬼样子？修，钻石不能看！你还不道歉？只要你现在道歉，并且承诺以后再也不针对我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。糟了，刚才实在是被气昏了头，才甩了对方几下。这辈子我都没这么嚣张的抽别人。在单位殴打同事，要是被告到指挥官那里，怕是要被直接开除吧？不对，怕什么？摄像头都被我盖住了，他又没有证据。我靠，这东西不就是证据吗？天哪，这家伙怎么这么白，皮肤怎么这么娇嫩，随便抽2下就留痕了。那个应该没肿吧？要是没肿，说不定过一会儿就消了。要是真肿了，那可就说不清楚了。糟了，伤痕真的肿起来了，听他的声音好像还很疼，这下整砸了。还说自己不是细沟，居然连3下都坚持不住。这玩意儿也没多硬啊。老实人被吓到了，不肯继续了。这关键时候怎么能停呢？该怎么哄他继续呢？改变策略，学一学隔壁那只贱狗的绿茶套路。昨天那只贱狗就是利用这副无辜可怜的贱样，先取得向导小姐的信任，留在安抚室，然后趁着向导小姐午睡，偷偷吃肉。向导小姐这个人向来是吃软不吃硬。我没有什么，我没有和凌霄联手作弄你，只有凌霄不喜欢你。我是很喜欢向导小姐的，反正凌霄那家伙一直对向导小姐疑神疑鬼，小向导对他也没什么好印象。不如顺水推舟，帮好兄弟背个黑锅，顺便还能刷一波我的好感度，完美。那你穿成这样，还把衣服脱了来捉弄我干什么？不是向导小姐先说我是细狗，我才脱了衣服证明自己的吗？向导小姐现在看光了，打完了就不想认账了吗？完了，真的打错人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嘴角都快压不住了，真是一块香软好骗的小蛋糕。你先把我放了，然后补偿我
我就不把这件事告诉指挥官。不赔偿？怎么赔偿？完了完了，在外面打人一巴掌，最高要赔偿5万。那我刚才抽了他3下，岂不是要赔15万？我刚约了中介下班去看新出租房呢，现在我全部家底加起来也凑不出3个5万啊！向导小姐，先解开我们再慢慢商量。行吧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是按这个蓝色的吗？那天那只贱狗是亲了向导小姐的哪只手来着？向导小姐不是说要补偿我吗？看光了我，是还有那鸡毛掸子抽我，现在又不想负责了。完了，我竟然无言以对，因为他说的好像全都是事实。小姐，干嘛？为什么我换了一件衣服，连脸都变丑了？给个说法，今天解释不清楚。因为没钱了。最开始为了让大家漂漂亮亮的，我们一直用最贵的2.5大模型，但是一条视频做下来要400-500块，收益它根本追不上制作费啊。所以现在只能先降到2.0版本，要是后面的收益还是养不起你们，就只能再降到最便宜的2.0 Fast 了啦。那我以后不会变成一根黑色面条吧？我呢？可能好了，只剩下2条腿。好啦，宝宝们，最近偶尔有建模变化，不是我们偷偷整容失败啦，是真的制作成本有点扛不住了。我们还是想尽量不断更，把故事一直做下去，漂亮。所以如果有时候可可没有以前那么漂亮，宝宝们先将就爱我一下吗？还有我，为了补偿宝宝们，今天会加更1集，大家可以鼓励鼓励我，给我闪电5连吗？最近真的被骂惨了，求求你们啦！老小姐，其实我从小就很少得到别人的安慰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安慰性的拥抱。不方便的话也没关系，你可以拒绝。等一下，他不要3个5万，我的钱袋袋算是保住了。难怪唐软软说这些高阶哨兵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，原来是真的，连钱都不要。算了，看在他这么可怜的份上，而且确实是我理亏在先，就让他一回吧。等等，高阶哨兵的体体这么结实吗？原来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到这么明显。不对，我怎么突然抓住他的衣服了？快松开，别把人家的衣服抓皱了。该死，原本的计划不是我单方面撩拨他吗？他怎么不讲武德，反过来撩拨我了？那个，你温度怎么越来越烫了？你看起来好像不太舒服，要不你先放开我，我现在出去找人帮你看看。算了，我真是多想了。向导小姐根本就是块不开窍的木头，撩人而不自知，到头来受折磨的只有我一个。我没事，只是刚才被你抽了几下，犯病了。先别急着走，让我缓一会儿。你以前都经历过什么呀？刚才那几下怎么就让你想起不好的事了？真是个小苦瓜。我出生于主星显赫的洛林家族，曾被称为洛明家100年来最耀眼的天才。在那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，我的亲生父亲和家族联手军方，将我当成弃子送进了黑塔。对家族而言，我是随时可以丢弃的工具。这23年来，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我以前都遭遇过什么。向导小姐，你笨笨的，你知道吗？小向导怎么这么笨？我想吃了他，他还在心疼我。什么？我快要爆炸了，绝对不能让小向导察觉到，太羞耻了。长得那么美，却是个傻的，轻易就信了我的鬼话。他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时空电梯迟早会消失，我还是不忍心伤害他。看样子应该是缓过来了吧？都过去了，不想了。以后我会尽最大努力帮你们战胜心魔。好耶！小狗哨兵来送饭了。国西厨艺那么精正，今天有口福喽！望展月，怎么是你？姐姐，我来给你送饭。今天博西不在吗？
昨天向导小姐把我丢在门外，却在安抚室里对我的精神体凶猛撩拨，弄得我差点在走廊就……最后还是硬撑着飞跑回宿舍，将自己锁在浴室，感受着精神体传来的共感，才得以狼狈解决。可向导小姐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，既然博西能用送饭这种方式接近向导小姐，那我也可以。我虽然是年下，但我并不幼稚，向导小姐想要的我都能给，还能给的更多。等等，他为什么要在我的新家洗澡？抱歉，刚从战场回来，忘记拿替换的衣服了。天哪！洗干净之后，这张脸也太绝了吧！银发湿漉漉的垂在美女间，高挺的鼻梁，微挺的驼峰，还有那薄薄的粉唇，这简直就是轻熟 daddy 和温柔人妇的完美结合体，谁顶得住啊？可可，上次在精神图景里，我们的事情还没做完，主人，帮帮我。姐，那是哨兵最敏感的地方啊！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继续。品相看着确实很不错哎。向导小姐，快尝尝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向导小姐，你不是说以后的饭都由我来做吗？完了，是说怎么感觉心虚的一批，我居然把随口答应过博西这茬给忘了。嘿，午饭嘛，人多吃的才香。你俩都是队长，平时在区应该很熟吧？不熟，没见过。好不容易争取到接近向导小姐的机会，刚体会到甜头，这只死野猫就跑来抄袭偷家。早知道那天就不把摄像头拉开炫耀了，失策。展月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厨艺很不错嘛，这盘糖醋排骨味道很正宗。姐姐喜欢的话，我天天给你做。该死的死猫，向导小姐居然叫她展月，还夸她做菜好吃。向导小姐夸你小呢。小展月，糖放太多，醋放太少。向导小姐平时根本不喜欢齁甜的东西。你年纪小，不稳重，以后做饭这种事，还是我来吧。这俩人是在搞什么军备竞赛吗？再好吃的菜堆成这副鬼样子，也没有食欲了啊喂！不吃就都给我滚！以后你们两个分开送饭，博西管13，望展月管24，听懂了没有？物理隔绝，谁也不见谁，总能还我一个清净了吧？都你二的，领职场上人都有时会旋的。今天周二。行了行了，就这样吧。今天周二，望展月留下。啥意思啊？我今天这只左手是涂了人薄荷吗？怎么一个两个上赶着过来吸？我今天可以抱着你午睡吗？你居然攻击她的精神图景！这个女人居然对展月下死手！
我给他注射了2针高级抑制剂，结合热暂时控制住了。那我今天可以抱着你午睡吗？不行，你睡沙发。姐姐不是说我成年了吗？姐姐就心疼他们，昨天还把我关在门外。总不能告诉你，昨天我以为你是来骗我钱的蓝魔吧？哎呀，我的小可怜。那个，双双陪我睡就行了。你还是睡沙发吧，床太小了，躺不下我们2个。向导小姐就这么不愿意碰我吗？双双小宝贝，舒服吗？原来向导小姐不知道精神体和哨兵的共感关系。尾巴，精神体的尾巴。姐姐，那是哨兵最敏感的地方啊！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继续。困死了，该睡了。好热，姐姐的手好软。主人，为什么把蜜关起来呀？你是做错什么了吗？向导小姐的睫毛好长啊，像小刷子，鼻尖翘翘的，嘴巴像颗樱桃，晶莹剔透，看起来好好吃。它好小，腰好细，好像我1只手就能握过来。我的心是不是要坏掉了？跳得这么快，它要是冲破我的胸腔跳出来……向导小姐的手摸到我了，我的……向导小姐，姐姐，双双，你今天怎么这么粘人？啊！双双怎么变成望斩月了？你怎么上来的？姐姐，我的精神图景好烫！坏了，他不是烧糊涂，是精神图景要失控了。望斩月，停下，不许再靠近！你眼睛怎么红了？望斩月，快躲开！给我滚开！你居然攻击她的精神图景！这个女人居然对展月下死手！怎么回事？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刚刚从我心口刺出的那道白色闪电，那种感觉和10年前父母出车祸那天我在现场看到的闪电一模一样。我体内到底藏了什么东西？展月，哥哥，向导小姐真的好温柔，好可爱。她摸了双双，我的暴动值降了好多。她一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女向导。白塔的向导个个残暴贪婪，我本以为你是个例外，等到了属于你的救赎，结果
你却被伤成这样。展月会变成植物人吗？消解与 AI 的战斗 ，like。宝贝，不是描述的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，不是真要看见骨头啊。他精神图景濒临破碎，最多还剩3天。对哨兵来说，那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止痛药。雪豹都伤成这样了，耳朵都丢了一只，你居然还有心思在这色心乱起！可可，你怎么长尾巴了？亲亲还能变异吗？